人啊都想找个会煮饭的、照顾父母的、性生活协调的女人，我刚好达到他们的理想。男人爱我，给我钱，我收了，我有错吗？这是今年超大尺度惊悚悬疑电影，整个情节你根本猜不透谁才是真正的恶女。本片由岛国真实事件改编而成，该片上映后就震惊了所有人的三观。一个长相58岁又年轻的女人，竟迷倒了众多低保老头为之沉迷，老头不顾一切地为她送上全部积蓄。她能让男人沉迷的手段，既然是少女们最不屑，而男人最喜欢的。影片开始，警察接到了一个案子，发现有个男人在车上焚烧自己。根据调查发现，受害者生前肯定还活着，驾驶座位上还放着一个木炭，目前死于一氧化碳中毒。警察断定属于自杀。由于案情突然，受害者的妹妹并不这样认为。这是我哥哥失踪前一天 PO 的文，他上面还写得很高兴，说他要跟这个女人要出去玩。他跟他见面的第一天，他就开口跟他要20万，20万。看见照片的李警官一眼就认出这个女人叫何秀兰，而这个女人恰巧是前天一个老头来报过警。老头说这个女人何秀兰是他的棒友，表示何秀兰骗走了他几十万。就在李警官准备调查时，老头却改了口供，那些钱是我心甘情愿给他的，之前都是误会。而李警官知道情况后，就对他展开调查。调查发现，这个何秀兰交往多名棒友，而且还是个身姿海王，交往过的老头都给他汇过钱。发现汇款最多的2位，一个220万和160万巨款，而且2位都已经烧炭自杀。他们自杀的煤炭都是何秀兰给寄过去的。由此看来，他们都是被何秀兰给杀害的。第二天新闻报道，自杀案件变成了凶杀案，引起了轩然大波，并且给何秀兰起了一个外号叫恐龙蛇蝎女。担任新闻记者的丽美看到消息后，瞬间感到背后发凉，因为她知道这个何秀兰目前正在跟自己的父亲交往，而她这个父亲老苏丧妻之后，在这20年里都没有找过老伴。就在她退休没多久，就遇到了这个58岁的年轻女性何秀兰。由于何秀兰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还做得一手好菜，比年轻小姑娘还厉害，把老苏拿捏得死死的，所以老苏便爱上了她。丽美感觉何秀兰非常的差，一点都配不上当编制的老爸，而老苏想更合理的享受这种生活，就提出了尽快结婚的打算。丽美表示2人相识时间太短，希望老爸考虑清楚再做决定，因为她准备要跟现男友结婚，要是父亲现在也结婚的话，那自己就太难堪了。丽美不想让父亲太尴尬，就默认他们先交往。可第2天，丽美又看到了新闻，报道这个女人不但跟命案有关联，结果发现何秀兰并没有正经的工作，由此怀疑何秀兰是专门欺骗低保老头的。为了查清楚情况，丽美当晚就亲自拜访了何秀兰，并直接问起了命案的事情。丽美直言不留情面地说，好让她知难而退。何小姐，我看过今天你的新闻了。你做新闻的应该很清楚吧？媒体就是喜欢未审先判啊。我没有杀人。就算说你没有杀人好了，但是你有骗男人的钱吧？而秀兰听到后并没有生气，反而很淡定地说出自己的经历。她以前很穷，刚进入社会就做了按摩女，就算赚到钱也是不舍得吃喝，专门买名牌包包来包装自己。只有自己有价值了，才能吸引到更有价值的客户。我赚钱养活我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我有什么不对吗？他非常了解自我投资的重要性，还扬言警察绝对找不到他任何杀了人的相关证据。随后他展示了手上的戒指，这是我们的婚戒，1万多块。你爸爸说啊，不要太奢侈，钱还是我先付的哦。你登记了啊？不好意思，你爸爸还没有跟你说啊？对不起，对不起。看来网友们说的没错，她果然很符合恐龙蛇蝎女的称号。丽美已经感受到她的厉害了，因为何秀兰的嫌疑太大，第2天就被捕了。老苏对这个女人沉迷其中，坚决相信何秀兰是无辜的。接着打电话给女儿帮忙找律师。丽美肯定不想理这个女人，但她父亲说车里自杀的人跟自己是认识的，因为何秀兰要跟他分手，一时想不开才选择了自杀，跟何秀兰一点关系都没有。让丽美感到无奈的是，父亲这么斯文的人，怎么会遇到这种无奈的事情？接着何秀兰被捕后，受到多处媒体进行采访，没想到的是她情绪非常稳定，这你受得了吗？为了查询真相，丽美跟父亲拿到何秀兰的房间密码，不打蛇惊草的潜入进去查找证据，没想到被眼前奢华的衣帽间瞬间惊呆了。整排的奢华西装
金闪闪的珠宝和金银首饰。接着何秀兰的奢华房间被媒体曝光，大家也相信这个案件就是何秀兰所为。但是根据法庭的审判，因为缺乏直接的证据，还是无法定夺此案。法庭宣判只要交350万保释金就能保释出去，但是这350万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有个男人却缴出了这笔钱，并把她保释了出去，而丽美不得对这个女人刮目相看。就在这时，丽美发现了何秀兰迷惑男人的终极秘密。不同的男人啊，要有不同的对待方式。某些男人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我就跟他睡了，之后他就离不开我了。丽美气不过，第二天就找到负责此案件的李警官，借此想获得更多证据，想把何秀兰送进监狱。李警官给出了3位受害者的家属资料，包括他曾经交往过的人。但是丽美对家属采访之后，不但不怨恨何秀兰，而且还对她评价都是赞扬的，厨艺精湛，善解人意，温柔体贴，并且对她的外貌评价也是有福之相。之前被欺骗了几十万的大爷也是坦言说道，因此上次报警是因为吃醋，心里过意不去才选择报的警。但是他花的钱一点都不心疼，反而很是舒坦。我们是在网络上认识的，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要钱，他要参加一个厨艺课。您给了吗？给啦，花这个钱值得啊。丽美感到无比心累，回到家后发现准备要结婚的男友对她提出了分手。男友对她说，分手的原因是丽美太过于保守，跟她在一起感觉很乏味，不接受婚前的爱恋行为，并且整天都是忙工作，没有一点女人味，所以男友接受不了这种生活方式。而她对男友的说法直接刷新了丽美的婚姻观，丽美感到非常无奈。这时她回到家之后，发现何秀兰来到了她的家，她通过观察发现，知道了丽美被甩的原因。她表示让丽美打扮开放一点，性感一点，多尝试身体的交流。但是丽美肯定不接受这种低贱的行为。不过她偷拍了何秀兰的房间，并发到了网上进行曝光蹭热度，因此她也晋升成了新闻主任。何秀兰因此也对她进行责问，但丽美直言说道，就算我不去拍，其他的媒体也会在你的社群软体上乱写一通。而且我已经听我爸的话，带了律师去帮你的忙，你还想怎么样？所以啊，我今天也是来帮你的啊。侄女肯定是干不过绿茶的，但是丽美也不是好惹的。她打算伪造新闻，准备利用采访的视频进行恶意剪辑，并将何秀兰的舆论推到风口浪尖。这些舆论视频发出后，引起轩然大波。检察院又再次扣押了何秀兰。丽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自己的父亲感到非常心疼，父亲感到很自责，表示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她。但是何秀兰情绪还是非常稳定，并让老苏多照顾好自己，自己会没事的。就在这时，何秀兰悄悄看了一眼丽美，并提出要求换掉她找的律师。这时她明白了，这次她进去肯定跟丽美有关。但是面对这2个人，老苏非常难以抉择。没想到庭审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何秀兰面对法官和检察官的对峙。你和被害人是什么关系？原本是男女朋友，后来分手了。被害人在死亡前见过只有你，也没有自杀的倾向，为什么会突然自杀？因为他求婚被拒绝啦，想不开就自杀啦。但为何又刚好汇了他一生的积蓄到你的账户呢？因为我表现得很好，男人啊都想找个会煮饭的、照顾父母的、性生活协调的女人，我刚好达到他们的理想。男人爱我，给我钱，我收了，我有错吗？再说我钱都收了，我为什么要杀人？你这个贱人！他还是回答得稳如泰山，滴水不漏。虽然受害者家属非常激动，但对他来说心里却毫无波澜。就连丽美的同事都同情何秀兰了。他说的完全没有问题啊，他都已经收到钱，干嘛要杀人？这时丽美看向何秀兰，感觉她已经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过丽美怀疑那个男人真的是她杀的吗？丽美找到李检察官，给出了细节分析。李警官说道，何秀兰非常擅长忽悠男人。丽美在上次跟他谈话后，也已经被何秀兰给洗脑了。她开始自我反思，也慢慢解开自我。丽美发现李警官对她有意思，接着晚上就邀请她来喝酒。2人聊得热情火热时，丽美学会了秀兰的核心秘密。没一会，李警官就被拿下。丽美发现自我放纵之后的感觉真的很好，男人和女人的相处方式还是用最原始的方法最好。接着何秀兰被问到为什么要和受害者分手。这是李尚文的家，我每周都会去煮饭给他吃，帮他打扫，有时候还会帮他洗澡，所以他汇钱给我用。有一次我跟他说，你不洗澡也就算了，你总得要去看医生吧。
看什么医生？性功能障碍，但是他还是拒绝去看医生。他说他还行，他叫我不准跟别人说。他还让我染上了霉菌。我本来是要跟这个男人结婚的，可是他这么的软弱，我怎么跟他过下半辈子？后来我反悔了，我不跟他结婚，他就想不开去自杀了。请问，这样我有犯法吗？审判官们找不到何秀兰的谋杀证据，只好暂时把她扣押。但老苏还是没有放弃挽救何秀兰。老苏找到了何秀兰在超市付款的票据，上面显示受害者出事时，何秀兰就在超市里购物，是有不在场证明的。但是丽美非常不喜欢这个大妈，故意找借口说证据已经无法提交，因此拒绝了父亲的要求。而老苏也知道丽美的心情，但他还是苦苦哀求地说道，自己已经上了年纪，需要能找到一个知心人过完下辈子。何秀兰刚好就是他需要的那种人。丽美看到父亲非常伤心，也便打算帮一把。然后丽美询问负责这个案件的李警官，但是李警官说自己已经查过监控，根本就没有何秀兰的行踪和记录。丽美觉得肯定是被骗了。这时忽然发现父亲跟何秀兰的结婚消息。身为电视台的主任，自己父亲跟这个毒仙女结婚的丑闻，那对他的影响会非常大。现在他赶紧想办法，但他告诉丽美，何秀兰每次交往的男人都会从网上购买木炭送给他们。就在他被扣押之前，也给他的父亲寄了木炭。李警官给丽美提供一个建议，让他先开直播将事情公布控诉何秀兰结婚是为了骗保，这样可以给法官压力，把何秀兰更快地将其定罪，自己也能成为是受害者的身份。澄清表示跟何秀兰没有任何关系。父亲看到女儿的新闻后，感到更加难过。其实结婚消息是自己将其公布的，购买的保险也是自己要求的。父亲看的问题比较远，他考虑到自己这个年纪比秀兰大很多，难免会出现意外，有份保险也是对秀兰最大的关爱。至于木炭买来是给自己做菜的，做什么菜需要买木炭到家里呀？你知道之前那些男人是怎么死的吗？就是何秀兰拿了钱之后，他们烧炭自杀死的。你想这样吗？何秀兰就是拿男人钱过活的吸血鬼。秀兰不是这样的人，她从来没有跟我要过半毛钱，所以才帮你买保险啊。她有多狠你还搞不清楚吗？你是傻了吗？丽美变的这份模样让他感到非常的陌生，他想让父亲早点了解清楚情况，利用媒体炒作推了一波热度，导致社会舆论非常大，严重影响了社会民心。何秀兰被法庭宣判死刑，老苏还是没有放弃何秀兰，到处找律师进行辩证挽救，秀兰只能无奈忍着泪水。我们算吧，你回到你宝贝女儿身边，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秀兰，秀兰，你不相信我吗？这时老苏感觉心如刀割，他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到了这个年纪好不容易找到老伴，就又失去了，觉得活下去已经没有意义。老苏回家后就点起了木炭，跟自己的老母亲烧炭自尽了。丽美知道情况后，感觉心被刀狠狠地戳了进去，没想到自己跟何秀兰的恩怨会导致父亲离去。我不知道自己的女儿什么时候成为了一个恶魔，扭曲事实，造成现在这样的结果。我还是要说，秀兰真的没有杀人。如果我的死可以让案情换来一点转机，那我也值了。但是他对父亲的死还是充满怀疑，于是就去找了何秀兰进行质问。你是要他自杀吧？没有，真的没有。我真的要他回去你身边。我跟任何人讲说那些男人都是自杀的，没有人相信我。那木炭呢？做菜呀，用木炭做菜。秀兰表示，如果不相信，可以去自己的家里找到名片。她发现名片是一个制作料理的机构，因为她父亲喜欢吃烧烤料理，这个料理只能用木炭来烧，利用木炭才有极致的口感。
同事们也说过，何秀兰之前确实也在这里学习过。之后她给很多的男人都制作过料理，这样看来购买木炭来做菜，这也一点都不奇怪了。丽美开始对这个李检察官产生怀疑，这么明显的线索她真的没有发现吗？为了调查真相，丽美以寂寞难耐为理由住进了李检的家。调查结果发现，何秀兰当时确实在超市里购物，而李检却颠倒黑白修改了证据。更可怕的是，他还找到一个录音文件。反正非法内线交易这个案子，我一定会想办法 push 给你去办。但是在那之前，我们还是需要先有一个烟雾弹。还有，学长，何秀兰的案子呢，已经吵到尽头了。没有啊，你可以让你的主播女友用被害者子女的身份亲自控告这个恐龙蛇仙女啊。你去找他爸，说服他，让他先去承认他是何秀兰的现任法律配偶。原来如此，李检其实是为了升职发财，联谋上司策划的局，故意让丽美把何秀兰的案子推向风口浪尖，目的就是为了压下高官的负面新闻，让他下一步的升职清除障碍。没想到自己做的这一切，原来是被别人安排的棋子。如果自己用心和情都抓不住男人，那就学习秀兰的美食来抓住他。接着，丽美也报名了料理学习班，学习用木炭来制作高级美食，就在她的家伺候着李检，让他好吃好喝，这让李检感到很舒心。但是丽美的心现在已经变得冷冰冰，她也不再被别人影响到自己情绪，不会再自我反省患得患失，给李检的感觉就是很顾家，又温柔又非常懂事。另一边，丽美找到了秀兰，秀兰表示自己把寿险的受益人修改成了丽美。这一刻，两人的对视，丽美似乎已经传承了何秀兰。李检帮了高层避开风险后，不但不给她升职，还找借口说她事情办得不妥。他回到家后告诉丽美，表示想让她回到电视台继续工作，利用新闻给自己增加能量，好让上司继续提拔。这时丽美根本不在意他说的话，给他递上一碗汤先尝尝。丽美突然说出分手，我想跟你分手。你在说什么呀？我在认识你之前，我就已经有一个未婚夫，婚纱照都拍了。我想回到原本的生活。你有未婚夫了，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说？你是小孩子吗？我们没有理由在一起了哎，你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这样子对我？因为我不需要你了，我不爱你了。让他觉得最后的希望都没有了。虽然李检接近丽美有目的，但是后来发现她是个温柔、优秀又自律的女人，这正是自己想要的。但他不甘心这样分手，求她不要分开。不过丽美还是决然离开。没过几天后，李检就在家烧炭自杀了。这时候的丽美已经变成无比锋利的恶女。她辞职之后回到了现男友身边，开始展示她的精湛厨艺。看到丽美的改变，男友找到了家的温暖，也许这就是男友想要的生活。他经过这些颠簸，从讨厌何秀兰变成理解何秀兰，再成为何秀兰。丽美的所有心思都在何秀兰的计算之内，因为丽美走过的路，何秀兰已经完全走过，所以她想的、做的，何秀兰都看得一清二楚。不久后，丽美复职了工作，并报道何秀兰因为杀人证据不充分，操纵社会舆论，逼迫法庭改判。最终，何秀兰审判时从死刑改判成无期。也许这时候的丽美已经完全理解了秀兰，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提前出狱。